拒绝之后也不会退缩，这样完全不知道怎么拒绝哦，他就开始碰了你之后，他就好像没有要放开的感觉，一直花，一直花，一直花。对，所以就因为他没有退缩，就是对他不会因为你拒绝，他就觉得说付在你身上没有得不到回报了。把他的卡拿给我，他说你要买什么你就去买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台马台马 Girls， Girls 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下，就是上礼拜有分享到，就是台湾的跆拳道的铜牌，然后罗嘉玲她的一个韩籍教练叫李泰相，然后呢就让我们想到我们之前认识的一个韩国男生，然后这个礼拜就想要来回顾一下我们跟韩国男生约会，我们跟韩国男生约会才会有的福利。然后我这边会分享3个，然后七那边会再分享3个，就是韩国男生跟马来西亚还有台湾男生不一样的地方，这样。那你先开始。那我先讲，就是我想要分享的第一点是，我觉得韩国男生就是比较细心。像是我之前就是某个就是追求者，追求者，然后他在追我的时候，然后他知道我妈妈需要我帮他买眼线笔，但是他不知道我妈要哪一个，他只知道我有跟他说，我要帮我妈买就是眼线笔，可是他不知道我要的是几号哪一个颜色，然后他就去 Innisfree， 然后每个颜色买2支，然后当成礼物送我。所以他出现的时候是拿着一堆眼线笔出现，所以你妈妈是要哪一个颜色？就是还有包装。哦，连包装一起，好像是要深咖或浅咖吧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最后他什么颜色都买了，这样。这真的是有点细心，就对于追一个女生来讲，还不是女朋友的好，就是会注意到你需要的是什么东西，想要买就是你需要的东西给你。对，台湾男生不会，台湾男生，我想想，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细心。对，我也是觉得。顶多我觉得台湾男生可能比较会注意到的是，可能你生理期来，然后他会帮你准备卫生棉，但是其他的我是没有遇过，就是关系到你的家人喜欢的东西。我也觉得，对，都有细心，对只是他们更细心，可以这么讲吧。还有一个故事。就是我的韩国的爸弟，然后呢，他也是一个超级暖男，而且他是理工男哦，电力系的。他那时候我们快要离开韩国的时候，然后他就送给他觉得要好的女生，然后一人一张他手写的卡片，这样。男生没有，然后对男生没有哦，就是他觉得女生会喜欢吧。写英文，我就觉得很细心。我没有收过男生朋友用手写卡片，对，而且还送给那么多个女生，就是不是说他要追的或怎样的，而且他还说你是那个东南亚最漂亮。为什么你可以记到现在？东南亚最美，记一辈子。我也印象很深刻这个东西，所以我把那张卡片留到现在。可是这个用词实在是用英文还可以表达得这么好。对，他想表达的东西，他都有很细心的写在里面。他就写在里面，我想多了解你。他过后还有约我出来见多一次，然后我还因为他写给我那张卡片，我再回给他一张卡片，这样。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。你写韩文吗？我好像有写，就是掺在一起，有韩文有英文。然后他看起来也蛮感动的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有遇过这么细心的男生，所以就想要一样的方式这样对回他，早就不要回来了。他们还有一个很细心的点，我觉得这是文化啦，就是他们会帮女生盖那个垫子，就是你穿短裙的时候，他会就是披外套还是什么在你的腿上面，就帮你盖起来了，以防走光还是什么的。我觉得这很暖对，就有几次蛮暖的，跟他们出去吃饭，然后我就很爱穿短裙，因为短裙就比较漂亮嘛，就显女生特质。他们就会有穿多一件外套还是什么的，他都会脱下来，就是帮你盖上，就是台湾贴心跟马来西亚男生都不会做这种事吧？好像没有。对，好像不太会耶。对，我在马来西亚是没有遇过，好像不太会。这应该是韩国的特别的文化，这真的有一点心动。如果是你喜欢的男生，就做那么细的东西，就跟披那个外套在你身上是一样的感觉吧？对，有气味的感觉，有他衣服的气味吗？对，冷的时候就盖上来，然后吸一口。之前我的学伴，就是我刚来韩国的时候，然后在学校里面就是找不到要去的那个地方，然后他好像就是在电话里面超有耐心的跟我讲，就是要去到哪里这样。哦，这样应该很心动吧？对，但他喜欢的是你。那一开始他接触的是你啊。好，那再来讲第2点好了。那刚刚那个算1点嘛，细心与耐心。细心、耐心又贴心。好像是这样。
第二点的话，就是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以台湾跟马来西亚比啦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好像比较敢表达自己感情。哦，我认同，就他会我觉得有什么他都跟你讲，对。就像他跟你说你是东南亚最美啊，对啊，明明没有，我男朋友也没有说东南亚最美啊，还说你台北最美，他有说我板桥最美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被拒绝之后也不会退缩这样，就是比较主动，然后也不太轻易退缩。就是我之前在学校咖啡厅有被一个男的搭讪，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说不要，但是应该是坏人吧，反正我就一直说不要，然后他还是把我带去吃饭这样，因为他一开始是假装说就是看我在读韩文书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，哎，我可以教你啊，你有哪边不懂什么的，然后就坐到我旁边要跟我讲，他用英文跟你讲，对，然后后来他就说可以去吃晚餐什么的，那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就一直说不要，可是我忘记我后来为什么还跟他去我真的觉得我要被，可能你就是完全没有对没有办法拒绝他，所以你才跟他去的吧？对，因为他就不知道怎么拒绝，然后后来但是吃完饭之后我有顺利回家，那还好，没有办法。对，然后他中间还有可能跟我分享说，你可以去韩国工作什么什么的，就很能聊。在韩国的市场是真的好的。在台湾之前也有过，可是我觉得台湾男生就是可能要个 live 什么的，然后就离开，就结束这回合，对，就是有点比较循序渐进。这也不是说不好，就不知道怎么拒绝，因为你在台湾你可能就说不好，然后就没有了。你还可以在台湾，你可以直接说我在等我男朋友。对。在韩国就很难讲出来啊，然后他们肢体接触也是蛮多的感觉。之前那个买眼线笔的那位眼镜男，我们家眼镜男跟就是朋友们，然后我们一起去看棒球的时候，然后拍照的时候，他就趁机倒在我这边，他真的躺下来，对，还有拍起来。是，但是我没有什么遇过白天，我遇到的都是好像喝多了才会有肢体接触。就白天的话，也是有就对。对，白天也是有，但是就比较正常一点，可能过马路他会稍微带你这样子的感觉，动你的手。过马路好像一定会好像是就走在马路边的时候，有人经过啊，也是会这样子。一般男生可能是碰一只手，但是韩国男生我遇到多数都是直接碰你的肩膀，把你移过去这样子的。台湾有的男生也会，可是好像也是一只手。对，我还有遇过，我不知道他是对我有意思还是什么，但是我们真的不熟，所以我们就合照，他就很靠近，他就过来我旁边这样子碰着我的肩膀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拍照。然后拍完过后，他没有把他的手放下来，他就一直这样子把他的两只手放在我的肩膀，然后就把我移去下一个地方。我们在这里再拍一下，然后就这样子把我移回车上。也太自然了。对，完全不知道怎么拒绝他就开始碰了你之后，他就好像没有要放开的感觉。那是我第一次遇过。就是跟马来西亚男生差别很大，马来西亚男生不敢这么做，也不太会表达吧，所以肢体接触你可以接受，不太行肢体接触有点扣分。如果是没有什么喜欢的，真的是扣分；如果是有一点喜欢的话，那扣的分不会那么多。那我们进入下一个点。第三点是我觉得韩国男生好像比较大方嘛，可以用这个形容词嘛，就是追的时候比较敢花钱。但是也不是说台湾男生没有，只是可能因为他们很主动，所以我们会觉得他们很大方。就他一直追，然后就一直对你花钱，一直对你花钱，一直花。对，所以就因为他没有退缩，就是你可能真的是没有退缩，他不会因为你拒绝，他就觉得说那可能付在你身上没有得不到回报了，他就会还是继续的进攻，所以他就会继续的花钱。对耶。那时候他不是那个眼镜男孩子要送耳环给我，对，然后我一直说不用，因为那时候你们语言不通，他就一直说我想要送耳环给他，你可以帮我跟他说一下吗？等一下我们吃完这餐，我就带你们去选耳环这样子，你帮我跟他说我要买耳环给他，他一直提醒我对，然后我就被带进去，但是我忘记我为什么会去应该吃完饭然后就直接去。对，就没有办法拒绝的那种。我记得他那时候还有在 K 书中心外面等我嘛，然后等我，他送我眼线笔之后，他就带我去吃，就是那种意大利，可是因为意大利面餐厅，可是那个在韩国好像蛮贵的，我记得就是一餐也蛮贵的。对，在韩国吃韩国食物以外的食物都是算蛮贵的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都要建设在我对他就是没有那么主动的份上，可是他没有在怕没追到那种感觉。那你的呢？你的我觉得很扯。我的那个，但是我就是为了你才讲这个的。我有点无法鉴定他是不是真的大方，还是他的渣男本性。就送这个送那个，送了蛮多的，就是送到我的行李箱，然后还有一个把他的卡拿给我，他说你要买什么你就去买。虽然那张卡也不是他的，是他父母的信用卡。他说你今天有要买什么吗？也可能是那时候他想要送我礼物，然后我就说其实也不用啦，我的行李箱真的收不下。然后他就说不然你今天，他就带我到一个商场，他说你今天看看这里有什么你想要买的，他说你都转过来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有去购物之类。可是我还是没有拿很多，只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是，他真的就用那张卡刷了所有的东西。我真的没有拿过我也没有拿过，这真的很扯。因为他怕你可以刷，真的他刷太多。
敢吧？可是我到最后拿的都是一些零食，类似手信之类的东西，因为我真的没有需要什么东西。但是他到最后他还是有准备另外一份有价值的礼物，包括他手写卡片，这个诚意很棒。然后我一整天在他的安排之下过得很开心。如果他是马来西亚的男生多好。他在马来西亚应该很有市场。出去化妆打扮多久都可以，我等你。然后我就这样子画了半小时，他也等了半小时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说。他在外面等哦。他说他要载我去我的下一个旅行的目的地。那你刚刚要说什么？如果是在马来西亚，我很可能就已经被绑走了，好吗？我是被我妈拖回来的，要不然我就不回来了。